在天际都市物语中，住宅区的很多问题，比如缺乏商业、缺乏工作、缺乏学位等，可能都是因为通勤时间过长引起的。我们可以打开信息图层，找到代表通勤时间的巴士按钮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格子的上面都会出现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就是经过该地块需要的通勤时间，可以近似理解为多少分钟，比如10就是10分钟，15就是15分钟。从任意住宅区出发，当时间总和超过60分钟，便不能再移动。住宅区所需要的工作、商业、教育都需要在这个通行范围以内。比如我们从这个住宅区出发，该住宅区的通行时间是10，移动到这个地块，就是10加10加10等于30分钟可以抵达。想要移动到这个地块，是10加10加10加15加15等于60，刚好是60，也属于可抵达地块。此时，该住宅区的总通勤时间只要再拓展一格，就会超过60分钟，从而到达通勤极限，无法继续前进了。这里有个重点，就是无论最后一格的通勤时间是多少，只要前面途径格子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60分钟就可以抵达。不过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这一条路径的极限。从这个住宅区出发，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路径，每一条路径只要符合我们前面说的规则，就是可以到达的区域，从而构成了全部的通行范围。目前山地和海洋是不可抵达的，游戏后续会更新隧道、码头等设施来实现特殊地形的穿越。在游戏中，通勤时间是由地块的密度决定的，越是高密度的地块，该地块的通勤时间也就要越长。这个模拟的就是在大城市里，越多高楼大厦的地方，就是人群越密集的地方，也就更容易堵车、塞车，从而降低住宅区的通勤范围。不过无需担心，我们可以通过建造公共交通来降低通行时间，但这个目前不是我们的重点。这个机制了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信息图层切换到低财富商业这一选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这个缺乏商业的低财富住宅区的通行范围内是没有商业的，显示提供商业的地块都在通行范围之外。这个时候我们新建一个低财富商业区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住宅区的通行范围内有商业区，但是商业区能提供的商业不足。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打开信息图层，然后点击对应财富的商业，查看是否有其他地区的商业是过剩的。比如这个地块的数字就表示，它拥有2000个商业可以供住宅区消费，但是只消费了1000多，说明这里的商业区是过剩的，也说明了这个地区可能并不需要这么高密度的商业。我们可以对这个商业区的商业上限进行限制，等待一定时间后，这部分过剩的商业就会流动到其他商业区，供给其他住宅区消费。缺乏工作、缺乏学校，也可以通过以上思路进行诊断解决。对于地块的规划，位置选择也是天际都市物语的核心玩法之一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，大家对游戏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，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以后我也会针对游戏常见问题制作解答视频，欢迎大家关注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